最近 Panda Ecosystem Berhad 这家备受瞩目的公司迎来了他们的上市首日。引人注目的是，他们 IPO 认购超额达到 153.47 倍，上市当天股价也不负众望，一度飙升至30仙，对比他们16仙的 IPO 价格，涨幅高达 87.58仙。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市场对这一家公司的强烈兴趣呢？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那今天小片我就带大家了解 Panda Ecosystem Berhad 这一家公司，并探讨他们的业务背景和未来计划，并从中挖掘是否还隐藏着值得投资的机会。在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你们的支持将会是我们前进的动力。Panda 的业务主要分布为两大类，第一是零售管理生态系统 Retail Management Ecosystem 的开发、定制、实施和集成，而这一个业务在过去4年内平均为公司贡献了 91% 的收入，而其他业务则涉及第三方软件和 IT 硬件的交易以及其他业务，在4年内一共平均贡献了 9% 的收入。那由于 Panda 的第一项业务占了绝大部分的收入，因此接下来小片我将重点介绍 Panda 这一项业务零售管理生态系统。尽管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名词听起来就很陌生，甚至感觉有一些复杂，但我们可以用一个场景来理解这个系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在超级市场 shopping 时，相信都会注意到货架上商品整齐排列，店员能够迅速回答有关库存的问题，以及收银台快速结账的过程。那这一些流畅的购物体验背后，其实不只是因为店员的优秀表现，实际上正是有一个零售生态系统在发挥着作用。它不仅优化了商店的日常运营，还提高了客户的购物体验，而 Panda 提供的正是这一种生态系统，主要设计给零售和餐饮行业，尤其是超级市场。那为了更好的协助他们的客户， Panda 的生态系统提供了3个解决方案，分别是 X-Bridge B2B 总部及门店管理 HQ Centralized Management、Store Operations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和 Omni-Channel Engagement。而这3个解决方案的组合，共同构成了一站式服务体系，涵盖了采购、库存管理、销售、财务管理，再到最后的综合渠道管理，覆盖了零售过程的整个链条。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他们究竟是如何优化商业流程的。首先 X-Bridge B2B 它主要专注于优化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采购流程。当零售商的库存水平降至预设数量时， X-Bridge B2B 就能够自动触发并通过电子化形式生成采购订单，来向供应商订购所需货物。例如当店内Milo库存不足时， X-Bridge 就会自动联系 Nestle 向他们拿货，而在完成交易后，系统还会自动生成供应商的电子发票 e-invoice。 而在完成采购过程后，接下来就是 HQ Centralized Management 中的库存管理。在这一个环节，其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实时库存管理，主要能够确保零售店和仓库中的库存得到有效的存储和管理。此外，这个系统还有库存转移功能，当其中一家门店的库存不足时，系统可以协助将其他门店或仓库中的库存调配过来，以确保库存水平的均衡。然后就是门店运营 Store Operations。 在这个环节中， Panda 的系统将通过前端的 POS 系统来处理店内的销售和退款操作，简单来说就是结账或处理订单的系统。那在这里有2个图，分别是传统和自助的 POS 系统。之后 Financial Management 的部分则是从各个零售店收集各种交易数据，并进行财务数据的处理。值得注意的是， Panda 的生态系统特别之处在于它能够和第三方会计软件集成，例如 AutoCount、SQL 等等的会计软件，从而确保财务数据的准确性。最后 Omni-Channel Engagement 能够帮助零售商优化顾客体验和管理多个销售渠道，像是通过旗下的 CRM 系统推出一些积分奖励来帮助零售商留住消费者，从而鼓励消费者进一步花费。之后旗下的 e-commerce 也可以让零售商的消费者通过网络应用程序 Web Application 来购买他们的产品。接下来就是 Delivery 系统，在消费者下单后，可以帮助零售商自行分配订单，并指派司机来进行送货。综上所述， Panda 的零售管理生态系统通过多元化的解决方案集成，极大的优化了零售业务的流程。这不仅为零售商提升了效率，还能增强零售商的市场竞争力。那了解了 Panda 的业务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过往财务状况。毕竟有没有赚钱才是这个公司的生存之道。那他们
们的收入在过往的4年内都有稳稳的增长，从2019财年的13个 million 收入增长到了2022财年的21个 million， 高达12%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CAGR。 相信大家看到 Panda 过去几年的收入稳定增长都觉得不错，对吧？然而继续深入分析财务数据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那就是虽然 Panda 的税后盈利在2019财年至2021财年都在快速增长，但从2022财年却开始下滑，而且他们的税后盈利率在这4年期间都是持续的下跌，因此这是投资者需要关注的一点。而在最新的业绩方面， Panda 在上一个季度分别获得了5.4个 million 的收入和1.8个 million 的盈利。然而对比以往的数据，这一次的收入和盈利表现并没有显著的突破，只能算是中规中矩。那至于未来的业绩表现是否进步，这就取决于管理层在业务拓展上的策略和执行能力了。此外， Panda 是一家零借贷的公司，手上持有着大约11个 million 的现金，这不仅意味着他们是非常强劲的净现金公司，也意味着他们未来拥有很大的资金空间来进行业务的拓展。那在股票市场，股民需要完整的讯息才不会吃亏，而扭转乾坤的私人群组看透股市俱乐部可以帮助你在第一时间获得全面的投资信息。在这里，小编我会分享我们独家的基本面和技术面分析报告，让你轻松、快速和全面的获得讯息，不再做错投资决定以及错过任何赚钱的机会。那如果想要加入我们，欢迎到留言区 pin comment 的链接来联系我们哦。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 Panda 的利好。首先， Panda 的零售管理生态系统提供全面而灵活的解决方案，而不仅限于单一功能，因此 Panda 能够服务于各种不同规模的商业模式的公司，这使得 Panda 能够吸引更广泛的客户群，来增加市场的占有率，从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不仅如此，庞大的客户群也为 Panda 免除了依赖单一客户的风险。从这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到， Panda 拥有超过3000位的客户，其中还包括 TF Value Mart， 而且前5大客户仅占总收入的 17.7% 而已，显示出 Panda 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和收入来源。此外，由于零售系统通常涉及较高的切换成本，特别是对于拥有多家分店的零售商来说，这是因为一旦选择更换系统，就意味着需要更换所有分店的系统，而这也将造成成本非常的高。因此，一旦客户选择了 Panda， 他们就更可能会选择长期坚持使用 Panda 的零售系统，而不是轻易更换到其他零售系统。因此，这为 Panda 带来了稳定的收入和增强的客户忠诚度。另外， Panda 的所有应用程序都是由内部自行开发的，因此他们能够更有效地控制成本，而且他们能够以具有成本效益的价格提供解决方案，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预算需求，也为 Panda 创造了更好的利润空间。那说完了利好，接着是利空方面。虽然刚才我们提到了 Panda 零售系统的高切换成本为 Panda 带来稳定的客户群，但这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也意味着新客户的获取难度将会增加，特别是对于那一些已经使用其他系统的大型零售商，像是 Aeon、Lotus、Giant 等等，他们可能不愿意承担更换系统的高额成本和相关的运营风险。因此，尽管 Panda 的零售系统具有吸引力，但是吸引零售界的大客户时，可能会遇到更大的挑战，从而限制了 Panda 的市场扩张。此外， Panda 的税后盈利率在这4年期间持续的下跌，这主要是因为 Panda 旗下子公司的税务优惠 Pioneer Status Incentive 分别在2020年以及2021年时结束，这意味着2021年开始，他们就无法继续享有之前的税务减免，导致税务负担有着明显的增加。因此，这也会导致 Panda 之后税后盈利率将会不如以前那么的亮眼。不过，这并不是什么财务危机，只不过是正常化而已。那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Panda 的未来计划。首先， Panda 计划研发新的解决方案，简单来说就是 Panda 将他们现有的服务搬去云端。这是因为 Panda 现有的解决方案通常都是 on-premise， 也就是客户需要自己花费额外的成本，设立专用的 IT 网络和数据库存设备等等。因此，如果 Panda 能够将服务托付在云端平台上的话，他们的客户就能够节省这些私有基础设施的成本，因此甚至也能
够为 Panda 吸引更多的新客户。此外 Panda 也将开发更多的解决方案，例如业务分析仪表板 Business Analytics Dashboard、 零售收入管理系统 Retail Income Management System 和电子发票融资 e-invoice financing 等等。而 Panda 预计在2023年的 Q4 推出这些新的解决方案，一旦成功推出，相信这也将会为 Panda 带来更多市场机会和增长潜力，并增加 Panda 的收入。另外 Panda 也计划将他们的业务拓展去东盟国家。值得一提的是 Panda 尽管目前已经打入了印尼和文莱这2个国家的市场，但是由于文莱的人口比较少，相比其他国家市场潜力也会比较低，因此他们也决定将印尼和菲律宾作为发展重点国家。为此他们将在那里建设2个服务中心。不仅如此 Panda 也计划在吉隆坡和槟城设立额外的服务中心，并且扩大现有服务中心的人员规模。因为目前 Panda 只在吉隆坡、柔佛、沙巴和沙拉越这4个地点为客户提供服务，那随着 Panda 在吉隆坡和槟城扩张，他们将能够更有效的服务位于马来西亚半岛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客户，甚至也能够从槟城这个地方开始把业务拓展至附近的区域，像是吉打和霹雳州。接着 Panda 也将招聘多16名软件开发工程师和16位 CTS 工程师来应对业务增长的需求。那考虑到员工的增加， Panda 也打算购置更宽大的新物业作为新总部，来解决空间不足的问题。而在新总部建设完成之前，他们也将改造现有的会议室，租用附近的额外办公室，甚至实施 Work from Home 的安排，来面对临时空间的需求。最后新总部还计划设立一个培训中心，用于为客户提供软件的培训服务。综上所述， Panda 的这一些积极发展计划无疑将有助于他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扩大市场份额和提升收入。那在进入总结之前，小编我也要介绍我平时使用的交易平台 M-Invest 及 M-Plus。 这2个交易平台的特点是超低水钱和超高利息回酬，这让股市小白每次投资都能赢在起跑线。因为水钱只需要 0.05%， 全马最低，而且 M-Invest 每年 2.6% 的利息回酬是全马最高的。还在等什么呢？赶紧点击 Pin Comment 的链接开户口吧。那在经过深入的分析后，相信大家对 Panda 也有更进一步的认知。那 Panda 无疑是一家在零售解决方案领域具有增长潜力的公司，而且他们还在不断的扩张新业务中，甚至也计划把业务拓展至更多国家。如此具有增长潜力的公司，开市当天股价也上涨至30仙，涨幅高达 87.58%。虽然这个夸张的涨幅表明市场对 Panda 的积极看法，但这也不代表大家可以随意追高，因为在股价高涨的情况下，也带来了一定的套利风险。不过目前 Panda 的本益比是 23.5 倍，对比同行例如 Autocount 的28倍本益比，这一个估值仍处于合理范围。那荧幕前的你们觉得 Panda 目前的股价依然值得入场吗？觉得可以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不能的请打上2，并留下您的高见哦。谢谢大家的收看。